张阿婆今年72岁，一辈子都勤俭节约。每天早上，她习惯只喝一碗稀饭配几口咸菜，中午也是清汤小菜，舍不得吃肉和蛋。这位老人总觉得自己年纪大了，吃简单点就好，还能省下钱给孩子孙子。其实最近他常感到头晕乏力，但以为只是上了年纪的正常现象，也就没当回事。可是有一天，意外还是发生了。那天上午，邻居发现张阿婆在院子里突然晕倒，赶紧把她送往医院。在医院里，医生的诊断结果让家人又心疼悔。原来张阿婆因为长时间营养不良，出现了贫血和低血糖，身体太虚弱才导致晕厥。医生详细询问她平时一日三餐都吃些什么。张阿婆虚弱又不好意思地说自己平常早餐就是一碗稀饭就咸菜，中晚餐也是白饭配点青菜，很少吃鱼肉蛋。医生一听就明白了，原来她几乎不碰富含蛋白质的食物，常年饮食严重，缺乏营养。医生还粗略算了一笔账，像张阿婆这样体重50来公斤的老人，每天起码需要50克蛋白质来维持身体机能，但她之前那样吃饭，每天摄入的蛋白质可能不到20克，差距这么大，难怪她会营养不良。小李听到这里，又自责又着急。他每月给母亲寄生活费，家里也不算缺钱，可母亲却舍不得吃好一点。这次要不是及时送医，后果真不堪设想。小李想起母亲年轻的时候，正赶上上世纪60年代初的3年困难时期，一家人连顿饱饭都难得吃上。也难怪母亲现在还保持着省吃俭用的习惯。那一辈人常说省一点算一点，却不知道如今物质丰富了，营养跟不上，反而要吃大亏。为了让母亲尽快恢复健康，医生特别嘱咐小李要注意给老人加强营养，尤其要多摄入。听到蛋白质这3个字，小李猛然意识到自己以前只顾给母亲钱，却忽视了教她怎么吃得营养。小时候家里穷，母亲养成了节俭的习惯，如今生活好了，她还是不舍得改善伙食。医生的话让小李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想办法帮母亲补充营养。其实这并非张阿婆一个人的问题。调查显示，我国1半以上的老年人每天的蛋白质摄入量都低于营养学家的建议标准，这正是许多老人健康每况愈下的隐形原因。营养专家建议，老年人每公斤体重每天摄入1到1.2克蛋白质，比年轻人标准更高。就是考虑到了老年人的特殊需要，那么蛋白质究竟有何重要？老年人为什么格外需要呢？蛋白质是我们身体的修理工，负责建造和修复肌肉、器官、免疫细胞等等。年轻时我们吃点蛋白质就够用了，但人一上年纪，身体对营养的吸收利用效率下降，流失的肌肉却在增加。如果蛋白质摄入不足，身体就像盖房子缺了砖头，久而久之，各种问题也就接踵而来，比如肌肉萎缩、力气变小、走路都打飘、免疫力下降、伤口愈合慢，甚至连骨头都跟着变脆。科学研究发现，人过了50岁，如果不加强营养和锻炼，每年肌肉量都会悄悄减少。一旦肌肉少了，腿脚就不利索，摔一跤都比年轻时危险得多。许多老年人稍微一碰就骨折，除了骨质疏松，肌肉流失也是幕后推手。肌肉少了，脂肪就容易趁机堆积，很多老年人肚子上长出将军肚，体重看着不轻，其实体质却变弱了。不仅如此，蛋白质还是免疫系统的重要武器。我们的白细胞、抗体，这些对抗疾病的士兵都需要蛋白质来生产。老年人蛋白质吃不够，免疫军团就后备不足，感冒了好得慢，伤口也长得慢，整个人总是没精神。还有，人体的血红蛋白也离不开蛋白质和铁，如果平时不吃富含铁质的高蛋白食物，就容易贫血，人自然经常头晕没力气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蛋白质对老年人的大脑和情绪也有影响。蛋白质里的某些氨基酸能帮助合成大脑里的快乐因子和记忆分子。适当补充蛋白质，有助于老人保持清晰的头脑和稳定的情绪。难怪有的老人说，吃顿好饭精神头都好些，这话其实很有科学道理。说到这儿，有些人可能还担心蛋白质吃多了会不会伤肾或引发痛风。其实，只要肾功能正常，
适当增加蛋白质摄入对健康是有益无害的，反而是蛋白质长期不足，对身体造成的损害更明显。至于痛风，大多和嘌呤摄入有关，适量吃瘦肉和豆制品，一般不会直接导致痛风发作。总之，对于大多数健康老年人来说，不用过分担心高蛋白饮食的副作用，该吃还是要吃。明白了蛋白质的重要，小李赶紧行动起来。可是问题也来了，难道每顿饭都让母亲吃大鱼大肉吗？老人胃口小，一下子改变饮食习惯也难。于是小李换了个思路，除了正餐之外，给母亲准备一些平时能当零嘴的高蛋白食物，悄悄地把营养补进去。这样既不增加老人吃饭的负担，还能让他像吃零食一样开心地接受。说到零食，很多老人平时也喜欢嗑瓜子、吃点心，不过那些传统零食往往淀粉和糖分很高，营养密度却不够。小李翻阅了许多资料，又请教了营养师朋友，精心挑选出3种适合老年人的高蛋白零食。别看它们价格比普通零食略高一些，却物超所值，对老人的健康大有益处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是哪3种营养零食上榜吧。第一种零食先卖个关子，这是一类看似不起眼的食物，却藏着惊人的营养威力，一小把就能提供和一个鸡蛋差不多的蛋白质。猜到了吗？没错，说的就是坚果。坚果可不仅仅是解馋的小零嘴，它们还是名副其实的蛋白质宝库。例如，每30克杏仁就含有约6克蛋白质，花生的蛋白质含量也很可观。难怪民间把核桃称作长寿果。常吃坚果对身体有不少好处，坚果除了蛋白质高，还富含对心脏有益的健康、脂肪以及维生素 E、B 族和钙、镁、锌等矿物质。对老年人来说，适量吃坚果可以补充营养，还能保护心血管。有研究发现，经常吃坚果的人心脏问题发生率更低。老年人往往血管弹性变差，如果每天能吃几颗核桃或杏仁，其中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体内的坏胆固醇，对心脑血管很有益处。各种坚果的营养各有千秋，比如核桃的蛋白质含量略低于杏仁，但富含对大脑有益的 Omega-3 脂肪酸。腰果和开心果的蛋白质也不少，还提供钾和叶酸等营养素。老人不妨混合着吃，多种坚果搭配，营养更全面。社区里有位85岁的钱大爷，就是坚果的忠实粉丝。他每天晚上睡前都要和老伴分享一小把花生米。据他说，睡前吃点花生不仅有助于睡眠，第二天身体也更有劲儿。他和老伴常常一边看电视一边嗑着花生，那酥脆的口感和满嘴的香气成了2人天睡前的快乐时光。别看只是几粒花生，这个习惯他们夫妻坚持了几十年，如今2位老人身体都很硬朗。当然，吃坚果也要讲究方式，首先要尽量选择原味或少盐的坚果，太咸的对血压不友好。牙口不好的老人可以把坚果敲碎了吃，或者选薄脆一点的开心果、腰果。也有老人把花生用温水浸泡软了再吃，或者把核桃磨成粉冲成糊来喝，这样更好消化吸收。需要提醒的是，坚果虽好，也不要一口气吃太多，毕竟热量高，过量反而可能引起发胖或消化不良。一般来说，每天一小把坚果就足够了。总之，坚果贵有贵的道理，每天这一小把既解馋又强身，千万别舍不得那几块钱。第二种零食由黄豆制成，曾被称为平民的肉，千百年来一直是老百姓的重要蛋白来源，它就是营养丰富的豆制品。中国人吃豆腐的历史非常悠久，据说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，淮南王刘安在炼丹时意外发明了豆腐。这种洁白软嫩的植物肉此后流传开来，成为百姓餐桌上的营养支柱。对于老年人来说，豆制品更是极好的蛋白质来源。常见的豆制品零食有豆干、豆腐丝，甚至现在流行的烤豆皮等，这些都是用黄豆制成，富含优质的植物蛋白。有些豆类零食也深受老人喜爱，比如炒黄豆、蚕豆、烤豌豆等，又香又脆，蛋白质含量也不低。别小看一块小小的豆干，其中的蛋白质含量一点也不逊色。100克豆干大概能提供约15克蛋白质，而且大豆蛋白属于优质植物蛋白，
含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，消化吸收率也比较高。对于不太爱吃肉的老人来说，比如下午喝茶时嚼上2块五香豆干，嘴里满是浓郁的豆香和卤香，既解了馋，又补充了营养。豆制品还有个好处是脂肪含量低，没有胆固醇。老年人嫌荤菜油水大，不敢多吃肉，但吃豆腐心里就没负担。难怪民间常说白菜豆腐保平安，这强调的正是常吃豆腐这类清淡食品对健康的好处。豆腐干比较有嚼劲，能满足咀嚼的欲望，又不会像有些肉干那样太硬咬不动。有些人担心植物蛋白不如动物蛋白顶用，其实大豆蛋白的品质很高，氨基酸组成并不逊色于肉类。况且豆制品里通常还含有钙质和大豆异黄酮，有助于预防老年人骨质疏松，可谓一举多得。需要注意是，买豆制品零食也要选健康的版本。有些豆干为了好吃，放了很多盐和辣椒，老人肠胃弱，最好选择清淡的五香口味。还有真空包装的即食豆腐干，虽然非常方便，但也不宜一次吃太多，每天2-3片就足够了。小李给母亲买了几袋卤味豆干，让她在看电视时嘴。刚开始张阿婆嫌豆干没什么滋味，在儿子的劝说下试着每天吃几块，慢慢的她也品出了豆香味，觉得挺不错。最后压轴出场的是瘦肉干。很多老人一听肉干可能会觉得那是年轻人才吃的零嘴，其实瘦肉干对老年人来说同样适合，是非常好的营养零食。古时候没有冰箱，人们为了保存肉类，就发明了风干肉、腊肉这些食物。军队远征时，士兵们靠随带的肉干补充体力。这也说明肉干最大的特点就是营养高度浓缩，同时又易于保存。各地的肉干制品风味各异，蜜汁猪肉脯甜香软嫩，风干牛肉干咸香耐嚼，都是令人回味无穷的美味。只要选用健康的制作方式，老人家偶尔尝尝，不仅满足了口福，还能补充优质营养。优质的牛肉干通常由新鲜牛肉慢慢烘干制成，水分减少后营养反而更集中。100克牛肉干中含有接近50克蛋白质，远高于相同重量鲜牛肉的蛋白质含量。换句话说，一小块牛肉干就相当于吃了好几两鲜牛肉的精华。老年人胃口小，吃不了太多肉，但嚼上几片牛肉干却能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，而且还能解解馋，过过嘴瘾。此外，动物蛋白的氨基酸构成比例更符合人体需要，生物利用率高，这是肉干相对豆类蛋白的一个优势。肉干不仅蛋白质含量高，还富含维生素 B 族和铁、锌等矿物质，这对老年人预防贫血和保持肌肉力量都有益处。许多老人贫血、免疫力差，部分原因就是长期摄入的红肉太少。适当吃点牛肉干，能补铁又补蛋白，让人气色红润，精神更足。不过，老人在吃肉干时有几点需要注意。首先，要选择脂肪含量低、添加剂少的瘦肉干，最好买清淡原味的类型。因为市面上一些肉干含盐和糖较多，老人吃太咸太甜都不好。其次，牙口不好的老人嚼牛肉干可能费劲，可以选择稍微软一些的猪肉脯，或者把肉干剪成小块慢慢嚼。另外，市面上也有用鸡肉和鱼肉制成的肉干，它们脂肪更低，也富含蛋白质，不过通常盐分较高，吃的时候要注意控制量。还有一种肉松，其实是肉的干制品，绒绒的肉松入口即化，更适合牙口不好的老人。小李就给妈妈买了猪肉脯和肉松搭配着吃，换换口味。这样，坚果、豆制品和瘦肉干3种零食，一个提供坚果植物蛋白，一个提供大豆蛋白，另一个提供动物蛋白，搭配食用可以取长补短，让老年人的营养更均衡全面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，张阿婆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。每天饭后，她都会按照儿子的嘱咐，适量吃些坚果、豆干和牛肉脯。她惊喜地发现自己现在走路更有劲了，脸色也红润了不少。以前稍微蹲久一点站起来会头晕，现在这种现象也明显改善了。更让她改变想法的是，她不再觉得花钱买这些营养零食是浪费，相反，她逢人便夸儿子孝顺，说这些都是儿子特意买来给他补身体的，可不能再省着不吃了。
小李见母亲转危为安，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。他把这次经历当作教训，逢人便提醒老人们不要过分省钱省营养，千万别再像以前那样吃亏在这上头。我们的父母长辈为家庭和社会操劳了一辈子，他们理应在晚年享受健康和幸福，而良好的营养正是健康的基石之一。老年人含辛茹苦了一辈子，舍不得吃穿是普遍的习惯，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营养健康绝对值得投入。很多老人觉得省钱是为儿女着想，但其实儿女们更希望父母能健健康康，安享晚年。毕竟健康的身体才是给家庭最大的福气。与其省下一点小钱，将来生病花大钱，不如现在就对自己好一点。当然，除了吃得好，老人们也别忘了适当活动筋骨。营养加上运动，双管齐下，才能更好地保持体力和健康。希望上述3样美味又营养的小零食能成为各位长辈生活中的贴心伙伴，让您补足身体所需的同时，收获满满的活力与快乐。子女们也不妨多给父母备些这样的健康零食，聊表心意的同时帮助他们补充营养，让老人们老有所养，老当益壮，这才是对长辈最好的报答。所以建议老年人这3种高蛋白零食该吃就吃，千万别心疼钱，